赖清德今天不倒，柯文哲不可能放出来。民进党现在势力太庞大啦，不断的带歪风向。赖清德他输一次他不会怕，他只会变本加厉的使用他的司法打击。太恶劣！我这样的骨感拐几年啊，可以这样子干吗？丢死人了！赖清德的政府执政的一天，他们没有资格审判柯文哲，太恶劣、太糟糕、太下作了。整个司法的威信被你们摧毁殆尽，你们升官这些狗腿仔在那边吃香喝辣，上至检察总长，甚至是法务部长，是其他的检察官、法官在背。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其实这2天的事情，柯文哲被囚刑28年半，我没有想到柯文哲气到狂呛赖清德，回去跟赖清德讲，我绝对不会投降。那赖清德表情大概是长这样你看经典不经典？柯文哲爆气啊，他讲了什么呢？第一个他跟公诉检察官说，你们每天乱编故事不羞耻吗？第二个，我是会图利贪污的人吗？第三个，你们都在想怎么编故事害人吗？硬要罗织柯文哲罪名，甚至把纸本资料摔向检察官，当他质问林俊廷就是公诉检察官，我是会贪污的人吗？结果柯文哲情绪更激动为什么？因为林俊廷还给他点头，你还给我点头，我可以想象柯 P 有多生气大罢免会大失败，你们也有责任。国民党立委应该做一面惠我良多，别人送到北检，过去当医生在救人，而对检察官每天编故事害人。柯文哲将水瓶摔在桌面，回去告诉赖清德，我绝不会投降，绝不会屈服。这件事情，蔡正元就说第一个，柯 P 自己讲，强奸杀人都没有这么久。蔡正元说，检察官对柯 P 提28年半囚刑，是杀人放火吗？台湾除了杀人放火、强奸杀人灭尸外，才有这种罪行。他若迫害异己这么卑劣的手段，在台湾历史上留下非常令人不齿的记录。天道循环，这些东厂仅因为扣在柯文哲身上这种迫害，哪天回馈到他们人生身上，他们最大一看就是青鸟、黑熊、民进党、绿媒。他强调，收了半天毫无证据还可以压人，好意思说台湾是个法治国家吗？好意思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吗？先让曾宇先讲吧。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熟悉的柯文哲。我必须说，他这样子的反应，任何一个人，他在没有任何新事实、新事证的状态之下，你不管是搜了他家，然后搜了党部，搜了所有东西，把柯文哲所有的资讯全部扣起来的状态之下，已经要12个月了。你囚刑28年半，你是拿什么囚刑他？你说整个金华城现在目前，你看他传了多少个证人出来？他传了所有的证人，每一个人都告诉你依法行政，全部都是依法行政。请问一下，现在检察官你到底要干嘛？到底要做什么？你们除了这整个案子让你们升官之后，请问一下，你们到底对于这整个案子有什么贡献？唯一的贡献就是把柯文哲扣在里面，然后让你赖清德可以到处这样子团结实讲，讲到台湾分裂，我就觉得真的很瞎。所以他特别讲到说大罢免大失败，大罢免大落赛。我觉得他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没有讲到，就是法官有特别讲，现在司法已经太脆弱了，是不能再批评的了。这事情非常的危险啊！如果说今天连法官跟检调你们都知道司法已经很脆弱，那就再证实了过去11个月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在蹂躏司法，你们在践踏司法。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案子你可以看到乱编故事。其实我有听到很多我们党公职朋友去听庭的人就说，因为阿北现在还是收押禁见的状态，他只有在每一次律见的时候，律师只能拿一点点相关的内容去让阿北看，所以他唯一只有在开庭的时候才可以看所有的卷宗，所以他才会讲说，你们每天这样乱编故事不羞耻吗？过去他传的每一个证人全部是不是都说我在做笔录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写的，每一个人都推翻他的笔录。所以你可以看司法难道不脆弱吗？柯文哲过去他的人生都是在救人，真的每一天都在抢救每一个人的生命。然后现在赖清德为了要满足你自己的威权体制，当你的亲德弟，你宁可让一个真的为台湾有贡献的人，然后你这样子把他关在里面12个月，完全没有任何新事实、新事证，请问你还要关什么？所有你该传的都传了，金流你查也你也查不到东西，你现在又要去扯说谁没回来，不好意思，早就翻页了，你们到底还在等什么？现在整个司法检调没有人可以去解释说到底为什么要关柯文哲关这么久。我个人认为是他们现在下不了车，他们不找到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入柯文哲入罪的话，他们拉不下脸，因为他就在了，如果说今天真的查不到，时间到了不得不把柯文哲放出来的时候，就在证明你过去这12个月你就是压人取供，就是罗织入罪，就是政治破坏，没有别的啦。你可以看这个嘴脸，我看到可以换这个画面，我不想看这个画面。我必须说啦，真的狼得走踢得垮。我补充几个看法，其实在柯文哲当时第一波白内障风波的时候，像我都属于质疑方。
也当时也跟不少小草有吵架，甚至因为这个跟馆长也有吵架。可是呢，随着时间往前推进，你会发现白内障再怎么问题，那顶多就是政治现金的问题。那如果真的有，也就是轻罪相关失责人可能违反会计法相关，可是那都不可能可以你随便羁押人1年。那所以他时间一拉长，你会慢慢发现，今天证明柯文哲清白的，从来不是柯文哲自己，也不是跑消失的橘子，或者是其他所有家人的，而是你东厂太恶劣，没这样没骨港拐几尼啊，可以这样子干吗？丢死人了！而且我直接讲一个定论，赖清德的政府，甚至民进党的政府执政的一天，他们没有资格审判柯文哲，没有资格，就你这种做法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审判任何的政敌，太恶劣，太糟糕，太下作了。下周到什么程度呢？下周到现在，有人问说羁押是不是最长1年？不，5年。他会不会再给你搞更长？他在赌啊，4年后改选，搞不好国会他赢啊，羁押改无限期上升，可不可以？所以我其实对柯文哲这案子呢，我是从一个质疑者到一个中立者，对柯文哲的支持者，我是这样心路历程。这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巨大的移动，而且我甚至为此我还道歉。我道歉是说我当初质疑的，结果变成枪使，变成一个氛围的一个立场。因为这个样子也让我跟馆长和解，老实讲多了一个兄弟是很开心的事情，也让大家的力量拧在一起。真的应该是说耗尽一切的力量，从3月开始搞快30场了，去主持就主了20几场，到处帮忙助讲，花莲什么西洋骨头全部都去过，台东要不土石流早就去了。我觉得我的心路历程可以印证很多人的想法，因为一开始坚决柯 P 无罪的是民众党中最铁杆那一块，甚至有些小草是动摇的。可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支持柯文哲无辜无罪的人只会不断增加。今天我正式的讲，我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我注意到这个新闻其实是柯 P 在开庭的时候，当时引用管中闵校长的一本书，叫《大学的脊梁》。这本书管老师当时在写，他就在回顾几年前拔管案的那个过程。那大家也知道，当年管中闵也是遭到民进党全党司法跟政治的追杀。那柯 P 在牢中，他在看这些书的时候，他也其中一本就是管校长的这本《大学的脊梁》，他就引用了其中一句话，他就批评这个检方叫声闻周纳罗织构陷入人于罪。关老师也立刻的回复，他说挺直脊梁，绝不低头。我们面对民进党滥用司法，刚刚曾宇提到法官起来缓和场面，说我们现在司法是很脆弱。我觉得法官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痛心的，可是痛心是双层的。他自己身为法官，为什么我们的司法走到今天会变得如此的脆弱？我们在司法界有一句话叫司法如皇后的贞操，不容置疑。那在台湾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我们的前司法院院长林洋港当年很久很久以前，他曾经引用过这一段话。当年我们的司法是有威信的，可是到今天柯文哲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北检，对，他们办柯文哲办了多久啊？都升官发财了。对啊，北检这一批已经升官，已经升第一批了。所以开庭的所有都是公诉检察官。对啊，柯文哲才会在里面很生气的说：“你们叫林俊衍来，你们这些人不要替他背这些罪。”对啊，对，所以就是让人家很生气的地方就在这里。就你们把人家追杀成整这个样子，结果呢，你们升官升完就走了。你们留下这个案子，让你们的学弟妹担任公诉检察官，收这个烂摊子，升官是你们升，接下来这个无谓的诉讼是其他的检察官在背，是其他的法官在背，整个司法的威信被你们摧毁殆尽，结果你们升官这些狗腿仔在那边吃香喝辣，对不对？上至检察总长甚至是法务部长，柯 P 现在是连宣判都还没宣判现在还在起诉阶段检察官就已经整他整到不成人形。我就折磨他，去折磨你，关着你，压着你。所以民进党尤其赖清德，他输一次他不会怕，他只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使用他的司法打击手段。赖清德已经铁了心了啦，赖清德今天不倒，柯文哲不可能放出来，那怎么让他倒？每一场战役你都达成最后一场战役再打。民进党现在势力太庞大啦，不断的带歪风向。柯文哲被囚刑28年，什么样的人28年？柯文哲错，不认罪的人，就是这句话。他有没有足够摸到28年这个刑期，根本就不可能。唯一为什么要求28年的刑期？因为他不认罪。现在所有的办案的方法就是，你只要不认罪，我就弄你，因为没有一刀毙命的证据，才希望你认罪。我要是有一刀毙命的证据，我需要你认罪吗？什么叫认罪？就是在大家检察官
没有实质证据下，他也知道有可能会败诉的情况之下，他希望自己就认了。所以现在已经变成到这种地步了，对我们不利的，对被告不利的，通通不用管，通通不用证据，通通不用传，他就是等到你自己认罪。柯文哲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今天刑事诉讼法上面没有一条是被告一定要认罪，不认有2种原因嘛。第一个是没有做就是没有做，你要我认什么？第二种是没有证据，我为什么要认？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律上有一个概念，无罪推定嘛。为什么要无罪推定？必须要十足的证据，你才能办这个人。法律刑法上面的观念就是，我宁可错放100，我也不要误杀1人，因为他掌握的是国家机器。所以呢，回到这个基础逻辑，现在的检察官好像已经完全忘了无罪推定原则，他完全忘了不利于被告的要积极证据。现在的司法，只要民进党执政一天，我不认为柯文哲会得到公平的审判。